OK，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观论坛，我是飘哥。今天咱们来讲历史上的8大疫情。新冠疫情几乎遍布全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恐慌。迄今为止的话呢，40多万人死亡，680万人感染，给人类带来了其实极大的伤害。现在基本上是草木皆兵。这次疫情绝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发生，这也许不会是最后一次。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在人类历史上的几大疫情。咱们就从第8位开始。第8位，麻风病。在中世纪，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也就是后来进入了文艺复兴和这种大航海时代。在那个时代发生了麻风病，这种病的话呢，是一种非常缓慢的细菌性的侵蚀性疾病，细菌侵蚀性疾病可以导致神经、皮肤、眼睛、呼吸道等等的这种损害。那些被这种疾病感染的人们的话呢，可能会出现视力、肌肉无力，一些患者不再感到就是什么呢，四肢没有知觉，无疼痛等等。麻风病已经影响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但在中世纪呢，已成为欧洲当时是大流行病。由于被认为是不清洁，受感染的人的话呢，必须穿上一些衣服或者铃铛以示意。这个和中国咱们那个看《射雕英雄传》的有点相似，是吧？那个麻风病人的话呢，《射雕英雄传》里边有，对吧？对，被那个人们踹、踢等等，被隔离，对吧？对，在中国历史上是有的。我好像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演那个有一个女孩得了麻风病，对呀，然后他们家的人就把她扔到深山里面，让她自己去灭亡，就是自生自灭了。对，这个非常的残忍和可怕。其实，在欧洲同样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就是人们的话呢，要穿上一种制服，相当于是，一穿上这个服装，大家一看的话，哦，这人得麻风病。晚上的时候，为了晚上的时候大家能够辨识他，要拿一个铃铛。走路的时候要穿着衣服拿着铃铛，走到哪里的话，人们都知道，哦，那个人是那个麻风病患者，要么离他远点，要么他怎么跑出来了，没在隔离区等等。如果违背的话，直接有可能被处死，太可怕了，非常的凶残。对，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麻风病，在欧洲当时有19000人，而被称为是什么？他们被称为是活死人，非常的毛骨悚然。第7，俄罗斯流感，又称为亚洲流感。这个俄罗斯流感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1889年到1990年，当时是一种非常致命的大流感，全球的话呢约有100万人死亡，爆发于1889年，当时开始蔓延，是19世纪最大的这种流行性感冒。这是什么呢？当时的时候，刚刚人们出现了什么叫细菌研究学，细菌研究学刚刚开始的时候，而这个大流行病就从俄罗斯那边就开始了，到刚开始是出现在这个土耳其，等等一些中东地区，然后的话开始蔓延。6个月后的话呢，开始蔓延到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最后的话呢蔓延到全世界。第6，霍乱。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7次大霍乱，这种7次大霍乱的疫情都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最大的一次是第3次，规模最大。当时的霍乱的话呢，发生在1852年，从1852年一直延续到了1860年。跟前2次的相比，第3次这个霍乱的发生也是发生于印度，当时遍布亚洲，开始欧洲、美洲、非洲。然后的话呢，当时最糟糕的一年是1854年，霍乱当时在英国杀死了23000人，其中有1万的受害者来自于伦敦，伦敦当时称作是恐怖。第3次霍乱的话呢，大流行期间大约有100万人丧生，许多的死亡来自于俄罗斯、美国、日本、西班牙，还有委内瑞拉和巴西。人们认为这个霍乱就是什么呢？污浊的水造成的。在1854年的时候，在短短的10天的时间里边，你想想，在10天时间里边，500人在伦敦，10天500人死亡，当时就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慌。几个街区，霍乱的这种症状的话呢，包括呕吐、腹泻、痉挛、极度口渴等等，开始感到不适。当时的0号病人的话呢，其实据查证是一个5个月大的婴儿。这5个月大的孩子怎么去影响别人呢？对呀，他妈妈在洗他尿布的时候，把那个洗出来的一些
脏东西、屎、尿了什么的，就扔到那个下水道里边去了，那是很正常的。然而他没有想到，谁也没有想到，下水道那个泵坏了，而下水道的泵坏了的话呢，竟然泄露到了人们的正常饮用水里边，而直接把这个所有的人都被感染了，就是这样被感染。第5名，天花。几个世纪以来啊，天花是欧洲、亚洲和阿拉伯的威胁，每10个人中就有3个人死亡。最早的这个欧洲探险队，他们是把这种病的话呢带到了美洲，人们对这个疾病没有免疫力，当时美洲没有对天花的免疫力。在1520年，在美洲发生战争的时候，北美、南美当时其实主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大决战。本来是西班牙人和这个墨西哥人还有印第安人进行大决战，大汇总，看谁能磕过谁，对吧？然而的话呢，由于这种病毒的流行，导致于什么呢？导致大片人员死亡，而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他们没有接触过这种病毒。西班牙人在那块站着，咣咣咣还放枪呢，那边不用枪打，直接就倒下了，极度可怕。最原始的生化武器。对，最原始的生化武器确实是。当时的话呢，那人们的话呢，就是死的多少呢？10分之9的人全部死亡，只剩1/9。1000万人口的墨西哥，当时是1100万人口的墨西哥，只剩下了100万人，太恐怖！当时这种情况是太恐怖，最后就造成什么呢？不攻而破，不打而退，人们都被灭绝了，整个印第安没有人了，还打什么打？所以的西班牙人很自然而然的就占据了整个的土地。第4疫情，黑死病。黑死病大家其实一提起来都非常的似乎非常好记，因为当时的时候在这一次疫情发生的时候，有人就提出过黑死病。当时的话呢，我说黑死病是什么病？我当时搞不清楚黑死病是什么病。对，当时人们并不对这些疫情的话呢引起多大的重视，尤其像咱们这个年代，在前些年里面根本都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疫情。对。然而的话呢，当那个跟我提出疫情的人还是一个菲律宾，他当时跟我吹着牛，你听说过黑死病吗？这个跟黑死病差不多。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黑死病，No I don't know。后来我一查，鼠疫，其实黑死病是一种鼠疫。是老鼠传播的。对，是老鼠。然后的话呢，跳蚤咬了老鼠，然后的话呢，跳蚤咬完老鼠之后，啪跑到谁家炕上，又把另外一个人给咬了。从那个人开始传播开来了。最开始的时候，发展在亚洲，后来的话，在1347年的时候，黑死病已经在这个船上边，然后的话呢，这些船的话呢停在欧洲。那么呢，因为在船上已经有黑死病了，然后就传染到欧洲。在短短的5年之后，黑死病的话呢，整个在欧洲杀死掉2000万人，相当的可怕。就是蔓延的速度也非常的快，而黑死病这种瘟疫的话呢，非常可怕。得了之后的话呢，人体那种反应非常的让人不可接受，淋巴肿大，然后的话呢有红色的斑点，红色斑点之后最后变黑，整个人那个手指都是黑色的，这就是整个的手指全部黑色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人们称之为黑死病，而且吐黑血而死，非常可怕。OK， 第3，咱们说雅典瘟疫。公元前430年的话呢，在欧洲有一个叫伯罗奔尼撒战争，当时的话呢，在战争期间，希腊就爆发了流行病。那么呢，历史学家一直就是无法确认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到底是伤寒呢，还是麻疹呢，还是什么？到最后的话呢，也没有确认，不知道是什么病。而和这个疾病有关联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当时的叫非常战力非常雄厚的斯巴达军队。但是由于这个疾病的这种袭击，斯巴达军队也溃不成军。还有雅典的这些军队，全部都是因为这个疫情，使战争没有办法进行而停止。对，那么第2的话呢，咱们就讲一讲，叫斑疹伤寒。斑疹伤寒的话呢，其实就也是在这个不卫生的环境下传播开来的。在20世纪的时候的话呢，当时斑疹伤寒就有上百万人的人因为斑疹伤寒而死亡，它叫斑疹伤寒。在战争的时候，斑疹伤寒也是在一般情况下，斑疹伤寒都是在战争的第一线。比如说，在俄罗斯在拿破仑打俄罗斯的时候，已经打到了俄罗斯的这个腹地，打到莫斯科了。当时在莫斯科的时候，那个拿破仑的军队的话呢，被莫斯科人直接给击退了，溃不成军。
在历史上，俄罗斯人的话呢为此而庆幸，为此而欢呼。其实的话呢，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勇敢，或者因为他们那个战术有多么的高明，才把这些军队拿破仑的军队打败的，而是因为拿破仑军队里边就是得了大面积的士兵得了这种斑红伤寒、斑疹伤寒。而这种斑疹伤寒的话呢，就是导致这个拿破仑的士兵的死亡人数比他在战争当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非常的厉害。第一位，下面的话呢，我们就从第8位排到了第1位，那就是西班牙大流感。这个西班牙大流感的话呢，它是发生于1918年，感染了世界上1/3的人口，大约有5亿人全部被感染。尽管估计有所不同，但是呢，据西班牙流感记载，有5000万人丧生，这还是比较保守的数字。第一波流感的话呢，发生于1918年的春天，当时比较轻，大家没有在意，而且有很多人感染，虽然有很多人死亡，但是并没有在意。而第2波的感染袭击整个西班牙、美洲、欧洲、亚洲等等，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且的话呢，第2波病毒的话呢出现了之后，几小时或者几天直接就死亡，没有什么那个特殊的症状。那个西班牙大流感当时那种死亡状况的可怕程度，远远的要高于现在的新冠疫情，是比新冠厉害多了。对，比新冠厉害，而且比新冠具有杀伤力。当时面积也大，而且当时你想想，1918年当时的时候，卫生条件，公共设施，包括医疗等等，都没有这么好的这种措施和设施，对吧？那时候肯定没有方舱医院。当时虽然没有方舱医院，但是呢，当时人们也采取了隔离。其实隔离的话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对，那个时候的话呢，人们就开始不单单的隔离，从有的是在美洲啊，或者是在欧洲等等，在自己的家里边隔离，有的是在医院。当时就是把学校、把这些这个体育馆等等、学校等等这些公共场所，甚至有的把这个教会，全部变成隔离场所。其实跟现在我们所说的方舱医院非常的相似。当时的话呢，人们不但是实施隔离，而且的话呢，还让人们戴口罩，跟现在一样。对，当时的企业呀，各方面的全都关闭了，学校全部关闭。那也和现在一样非常相似。当时的零病人是谁呢？当时的零病人啊，也是1918年当时发现的，其实是在一个美军基地，有一个美军，他的话呢就咳嗽的非常厉害，而军医就发现这个咳嗽的非常的不正常，对他进行检查化验，最后感觉此人就是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流行病。而他得到流行病之后的话呢，这个军医就当时做的决定还很果断，把他隔离。然而的话呢，虽然是当时非常果断把他隔离了，然而的话呢，这个人由于他就餐也好，入寝也好，和很多的人进行了接触，他的接触面积大约是200人左右。当时进行了调查，就在要把那200人也要隔离的时候，那200人又接触了上千人，随即就爆发开了。这就是所说的当时非常可怕的西班牙大流感，是挺可怕。那么呢，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呢，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的疫情的这个记录，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总结。然后的话呢，我们对这个疫情啊，也其实对我们现在这个疫情啊，有的人恐慌，有的人的话呢，可能是去面对，有的人积极，可能有的人消极，也有的人的话呢，可能有希望，有的人可能感觉到绝望。但是呢，巴夏，咱们上一期所讲的巴夏预言中所告诉我们的，对吧？要清理自身的这种基于恐惧的这种信念系统，或者叫做负面情绪，而是应该增强意志力，增强免疫力。从这个疫情当中可以看出，人类的话呢，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孤独的，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微生物，还有病毒的存在。正如前面所说的，这次新冠疫情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但是极有可能这也不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我们呢，还是那句话，我们应该尊敬自然，敬畏自然。今天的话呢，就和大家分享在这里。喜欢的话呢，请点击订阅和评论。咱们下期再见。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孤独看飘歌。Peace out。
像罗斯福号。放像罗斯福号，对，是很像罗斯福号。罗斯福号怎么了？哎，对，它也是上面有一个官兵啊，一个士兵，对，对然后整个罗斯福号那个就关闭了，是吧？对，不让上岸了，是吧？对。后来他那个罗斯福号上那个军官呢，又如何？对。